数百年的大旱灾，或许比任何关于摩艾石像的传奇故事都更深刻地改变了复活节岛的命运。真正改变这座岛的，可能不是战争，而是那种缓慢、持续、几乎无法察觉的缺水。它一点点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聚居的位置，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甚至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巨大的石像会刚好矗立在那里。关于复活节岛，一直流传着一个经典说法：人们来到这座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为了运输巨大的石像，他们砍光了树木，随后资源耗尽，社会崩溃，彼此冲突。但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科学家开始检测土壤，研究岩石，分析气候记录。他们发现，所谓文明崩溃的故事开始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这座岛并不是突然自己崩塌的，而是有另一种力量持续影响了它数百年，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现在许多科学家认为，那个真正改变一切的原因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超级干旱。当降雨长期低于正常水平，土地会开始变化，植物无法正常生长，农业变得越来越危险，而淡水会成为岛上最重要的资源。在复活节岛，淡水一直非常有限，整座岛只有大约63平方英里，没有大型河流，也没有长期水源，岛上只有少数火山口湖。但在极端干旱时期，这些湖泊根本无法支撑所有人。当雨水数十年不出现时，每一滴水都变得至关重要。而岛上的大部分淡水其实隐藏在地下，火山岩构成了整座岛的基础，雨水会顺着裂缝渗入地下，并在下方聚集。在部分沿海区域，地下水又会慢慢回流到海边，即使与海水轻微混合，只要盐度足够低，这些水依然可以饮用。而海岸边那一小段区域，在长期干旱中就成了真正的生命线，因为那些地方决定的是生存还是毁灭。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许多摩艾石像刚好就矗立在这些地下淡水附近，它们集中分布的位置往往都靠近淡水来源，尤其是在旱季。这种规律让科学家开始怀疑一件事：这些石像会不会其实是在标记水源？它们之所以矗立在那里，是因为那里有水。过去有些理论认为，石像只是部落之间的竞争，石像越大代表权力越强，数量越多代表地位越高。但后来研究人员重新测量了石像的位置，结果发现它们几乎都与水源有关，而这种关联已经强到无法忽视。这些摩艾石像或许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标记，它代表着某个群体控制并保护着重要淡水。而在一个几乎没有河流的岛上，谁掌握水源，谁就掌握一切。随着干旱不断持续，人们的生活重心也开始逐渐向海岸移动，内陆地区已经不再重要。当农作物越来越难种植，地表水逐渐消失，沿海地下水区域便成为新的活动中心。人们开始更谨慎地耕种，他们利用碎石建造岩石花园，把湿气锁在土壤里，并减少蒸发，同时还能挡风。这种技术说明他们并没有陷入混乱，恰恰相反，他们是在主动适应新的环境。而那些石像本身也意味着人们必须保持协作，保持组织性，因为有些石像重达80吨，高度超过9米，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想把它们移动穿过崎岖地形，看起来几乎不可能。但新的研究却解开了这个谜团。研究人员制作了一座摩艾石像复制品，重量约 4.35 吨。实验中，18个人抓住绑在石像上的绳索，开始左右摇晃石像，一步一步向前移动。最终，他们在40分钟内就移动了大约100米，效率远比想象中高，也远比把巨石平放在木头上拖动更有效。而复活节岛本身的地形其实也在帮助他们。岛上的古代道路大约宽5米，边缘还带有轻微内弯，这种结构就像天然导轨，可以帮助高大的石像在摇晃中保持平衡。每移动一次石像，道路也会被重新修整。工人们可能会先清理石块，平整地面，再用稳定的节奏让石像一点点向前行走，停下，调整绳索，清理下一段道路，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直到今天，如果从高空俯视这座岛，你依然能够看到这些古老道路的痕迹，它们穿过整片地形，有些甚至彼此平行，像一张延伸在岛上的网络。而如果人们并没有为了运输石像砍光所有树木，那么那个文明崩溃的经典故事就会变得更加站不住脚。森林当然会随着时间减少，但现在越来越多证据显示，真正影响这座岛的
更可能是长期干旱。当降雨一年又一年减少，树木自然会开始衰退，即使人类并没有疯狂砍伐。而基因研究又给这个故事增加了新的线索。过去，研究人员一直认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复活节岛人口已经崩溃，尤其是在17世纪之前。但后来，科学家分析了15名古代岛民的基因组，结果发现根本不存在大规模人口崩溃的迹象。在遗传学中，真正的人口崩塌会留下非常明显的瓶颈效应，也就是说，人口数量骤减，导致基因多样性明显下降。但研究团队完全没有发现这种现象，相反，他们发现岛上人口长期保持稳定，而且规模一直不算大，很可能从未超过3000人。这个数字反而与最早欧洲探险者的记录更加接近，也远低于过去一些理论中所谓上万人口的估算。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人口确实出现了急剧下降，但那是在欧洲殖民接触之后，而不是之前。而更令人意外的是， DNA 中还发现了美洲原住民血统，不仅现代岛民有，古代岛民同样存在，而这种混合很可能发生在欧洲人1722年到达之前的几个世纪。这意味着波利尼西亚人与南美原住民曾经跨越数千英里的太平洋发生接触，也许是复活节岛航海者向东航行，也可能是南美人向西漂流。但无论是哪一种，这种接触都发生在殖民时代之前。考古学研究也再次补充了证据，研究人员在复活节岛最早的人类聚居点发现了黑曜石刀片，随后他们用显微镜检查这些工具，结果发现刀刃边缘残留着微小的淀粉颗粒，那是古代食物留下的痕迹。在46份样本中，科学家成功识别出21份，它们来自8种不同植物，其中一些很正常，比如芋头和山药，这是典型的波利尼西亚作物，面包果和大溪地苹果也是。这些植物很可能是最早的移民用独木舟带来的，其中甚至还有姜，可能被当作药材或香料使用。但更关键的是，这些刀片上还发现了甘薯、木薯以及竹芋的痕迹，而这些植物原本都属于南美洲。更重要的是，这些痕迹出现在遗址最早期的地层中，这意味着最初来到复活节岛的人并不只是依赖波利尼西亚带来的作物，他们很可能早就与南美存在联系，时间大约在1000年前。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甘薯，因为这种作物必须跨越整个太平洋，而这一切发生在欧洲人1722年到来之前。所以当人们说复活节岛完全孤立时，这种说法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极其出色的远洋航海者。而现在研究人员还想继续深入，他们计划利用同位素分析来重建古代降雨模式。所谓同位素其实是元素中的微小差异，通过分析土壤和岩石中的同位素，科学家可以推测几百年前的气候到底有多干旱。他们还计划绘制地下含水层地图，也就是那些储存在岩层中的天然地下水库。而目前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复活节岛社会并不是突然陷入混乱，相反，人们一直在努力适应环境。他们把重点放在保护真正重要的资源上，并且在一个几乎没有容错空间的岛屿上持续生存了很多代。或许复活节岛真正留下的从来不是文明崩溃，而是另一件事。在资源越来越少的世界里，人类究竟还能坚持多久？